B 区的比赛结束后，工作人员们在紧急抢修擂台，准备接下来的 C 区竞技比赛。路飞在后台看到了被竞技场的工作人员抬下来的贝拉米，他浑身是血，已经无法行动，看样子受伤不轻。贝拉米特意叫住路飞，第一次与路飞说了几句心里话：“你真正的改变了，远远超乎我想象的霸气，让我无地自容。草帽，我的尊严已经所剩无几了。”两人的对话被刚巧走到后台的巴托听到，他愣在原地，好像被电流刺激了全身一样，整个身体僵住，动也不动，神情复杂，又像恍惚，又有一丝惊愕。草帽！主持人通过广播通知 C 区比赛选手准备入场。C 区中实力比较出众的选手有以下几位：新世界中央格斗会 VR 霸者破坏炮拳击哥，连悬赏金过亿的海贼都敢杀的杀手兄弟凡客兄弟，最强海贼佣兵巨人族海尔丁，赏金猎人仙人掌哥，竞技场大斗牛花之国匪帮老蔡老布，以及传说级人物青椒。因为路飞使用的名字是露西，没人听说过，所以主持人提也不提，只当作是一个路人甲。C 区的比赛终于开始了，选手们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相继走进擂台。另一边，负责破坏工厂的小分队如今只剩下弗兰奇一人，还有新加入的雷兵。弗兰奇按照雷兵的指示赶去花田，那里还有雷兵的其他伙伴。二人经过竞技场后场休息处的时候，女战士雷贝卡突然隔着窗子大喊一声，看起来雷贝卡和雷兵之间应该有什么故事。雷兵看着雷贝卡说道：“我看了出场名单，你果然还是参赛了，我可是劝阻过你的。”雷贝卡突然泪奔，哭着说：“我一定会赢得比赛，然后我想要和大家一起生活。”雷兵催促弗兰奇赶快离开，而弗兰奇看着那个流泪的年轻女孩，一头雾水。雷兵低声说道：“就算是玩具，也有想要保护的人，但是我这个铁壳的眼睛根本无法流泪。”罗小分队一开始还比较顺利，突然罗听到一声气泡涌动的声音，来了。水面升举一起，一个巨大的影子从水中快速掠过，在桥的另一边泛起大浪，一条巨型斗鱼从水中腾浪而起，越过大桥后拍入水里。乌索普都吓傻了，这东西应该已经不能用鱼这个字来形容了吧，跟海兽没什么区别，简直就是怪兽。一向冷静的罗宾也懵了，这样下去真的能平安穿过大桥到达对岸吗？罗向乌索普一指，他会想办法的。纳尼？乌索普看向罗，这里属你最强，你是七武海呀。斗鱼再次发动进攻，这次是两条一起冲上来。罗宾用果实能力变出一只巨大的手，一巴掌将一条斗鱼拍翻。乌索普使用骷髅爆炸草炸晕了另一条斗鱼。然而在水中还有成群结队的斗鱼向他们冲来，罗等人立刻向桥对岸飞奔而去。不过光靠罗宾和乌索普对付斗鱼显然还是十分吃力的。罗让乌索普打开凯撒的手铐参加战斗，乌索普一愣，疯了吧，手铐打开凯撒还不跑了。罗从衣服里掏出一颗心脏，表示凯撒绝对不敢乱跑，因为他的心脏在自己手里。凯撒气得大骂：“你这家伙绝对不得好死，居然对天才科学家如此不敬！”拿开手铐的凯撒攻击力超群，一招马斯冲击波干翻一群斗鱼。凯撒一边给三人撂后，一边大骂罗偷懒，不知道帮忙。罗表示自己的能力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，他需要攒足体力对付明哥，现在不能出手。凯撒表示很吃惊：“你这小子还真想和多方的明哥决一死战吗？”前方大桥已经被斗鱼撞塌，中间横跨数十米，很难跳过去，而且前面一片雾气蒙蒙，看不清对面的情况。此时一条斗鱼正向着四人奔来，眼看就要撞向罗等人。罗情急之下准备使用能力，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张大网，将斗鱼紧紧抓住。迷雾中，罗等人听到有人在说炖鱼汤补补身子之类的话，难道是对面小岛的居民？可是据传闻，对面的小岛是德雷斯罗萨的一座无人岛啊。凯撒搞定了后面的斗鱼，赶了过来。罗又把凯撒当工具人使，让凯撒当热气球飘在空中，带着三人过桥。罗宾则在称奇，凯撒不仅是一件好武器，还是一辆好交通工具。早知道凯撒有这样的能力，一开始在岸边就应该让凯撒带着他们飞过去。凯撒发出咒骂抗议：“老子可是重要的人质，世界顶级科学家，不是工具人。”在凯撒工具人的帮助下，几人成功到达对岸。罗查看了一下土地上的拖拽痕迹，惊奇地发现，刚刚被拖拽的斗鱼到了岛上之后，拖拽痕迹就神秘消失了。在岛上有一株冲天的巨型玫瑰，不只是玫瑰花，岛上丛林中的植物大多都是又大又密集。整个岛屿的壮观程度堪比乌索普修行过的波音列群岛，是一座完全野性外露的岛屿，名为格林比特。凯撒大声呼唤多方的明哥，罗表示时间未到，不用心急。乌索普尖叫一声，他看到一艘海军军舰出在岛屿上，看样子根本不像是搁浅，更像是冲撞的岛上。罗密用望远镜看了一下，发现那艘军舰周围的植物都被折坏，但是折坏的伤口是新的，军舰的船体也没什么损害，看起来应该是不久之前撞在了岛上，也许是被斗鱼攻击了吧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海军到来是迟早的问题了。
凯撒慌的一批，自己最不想的就是落在海军手里。而且仔细想想，多弗朗明哥刚刚辞掉七武海的位置，看来会不会是因为明哥失去了七武海的特权，所以海军要来收拾明哥，顺便连同凯撒一起收拾掉。罗宾一脸深有寓意的表情看着罗，为什么海军会来呢？罗面无表情，海军在这里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也犯不着特意叫海军过来帮忙干架。罗摆明了自己的立场，让乌索普和罗宾帮忙给自己收集周围情报。还有15分钟，和明哥的交易就要开始了。乌索普和罗宾进入到丛林中，果然看到了海军。他们似乎遇到了什么，一边惊恐的浑身颤抖，一边大叫：“快出来，草帽一伙！”乌索普和罗宾藏了起来，听见有个声音说：“我是雷欧，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只闻其声，却不见声音的主人，根本不知道那个叫雷欧的人藏在哪里。而罗宾却比较在意另一件事，看来海军早就知道曹旺腾会到这里来。海军突然乱作一团，那个看不见的人居然将海军的武器和衣服给缴获了。一群海军瞬间只剩下一条内裤，狼狈逃走。罗宾突然看到一个小小的影子跳入草丛，跑过去用能力将那个影子捉住。罗宾看见影子之后吓了一跳，看起来应该是小人族。乌索普好奇地跑过去看，结果二人遭到了草丛中其他小人族的埋伏，被麻醉花迷晕。等罗宾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处陌生地方，身边全是小人族。乌索普已经不知去向，罗宾的身体则被小人族用奇特的能力死死地缝在地上，动也动不得。为首的绿色小人族自称是东塔塔族战士，名为雷欧。这里是在格林比特森林的地下，是小人族的国家。岛上那些巨大的植物就是小人族培育出来的。罗宾对付这些小人族绰绰有余，利用能力就可以轻松逃脱。但是他不想惊吓到这些家伙，看起来他们也并无恶意。为了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，罗宾决定束手就擒，与他们搞好关系。雷欧装作严肃又凶狠的样子，逼问罗宾来到东塔塔王国到底有什么目的，是不是要毁灭这里？罗宾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奇才出手的，没有任何恶意。骗子，大人族都喜欢撒谎。真的？好的，我相信你了。雷欧高兴地拆除了罗宾身上的针线，将罗宾释放。其他小人族也完全相信了罗宾。罗宾都懵了，虽然知道这些小人没有恶意，但他没想到这些小人居然没有恶意到这个程度，非常轻易的就相信了陌生人。罗宾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和东塔塔族的人建立了友好关系，村民们热情地邀请罗宾去品尝美食，东塔塔的族长亲自出来接见罗宾，罗宾可谓是享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。罗宾看了一眼钟表，距离交换凯撒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罗宾急着与罗会合，但小人族不让他离开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如果是好人就留下武器，否则就扒光衣服。罗宾表示自己没有武器，雷欧露出凶恶的表情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只好扒光你的衣服。雷欧一声令下，小人族们扑向罗宾。你以为这时候要出现大家期待的画面了吗？并没有。就在小人族准备对罗宾动手的时候，另一个小人出现了，大叫着让众人停手，因为这个女人是英雄的伙伴。所谓的英雄就是刚刚他们抓住的乌索普。据乌索普所说，他是专门为了拯救小人族而来的英雄。罗宾脸色一黑，乌索普这家伙又撒了什么谎？同时看到了小人族的还有索隆，索隆追上那个小偷，抢回了自己的秋水，却发现偷盗的家伙居然是一个只有巴掌大的小人族。索隆和这个小东西同时都被对方吓住了，小人族想溜，被索隆一把抓住，小东西突然嚎啕大哭。这个蓝色的家伙就是岛上的妖精东塔塔小人族。索隆被这个家伙吵得烦了，将他放在地上，问他详细情况。这个蓝色妖精却说不可以透露情报给大人族，转身想溜，却又惨叫一声，他的脚扭了。更让索隆惊愕的是，这么小的东西居然一边哭一边撒泼捶地，居然把地面砖都给捶开了。蓝色妖精自称是东塔塔的侦察队员，现在急着去见队长，将唐吉诃德家族的位置向队长报告，请求索隆将他送过去。索隆愣了一下，随即蓝色妖精又说了一个惊人的情报，他刚刚发现唐吉诃德家族的干部袭击了草帽一伙的船。索隆惊讶地瞪大眼睛，蓝色妖精知道自己又多嘴说出了情报，急得一边痛心疾首捶地大哭，结果将对面锤裂开，旁边的房子直接倒塌。索隆将蓝色的妖精一把抓起来，确定了情报的准确性后，丢下妖精奔向海岸桑尼号。蓝色妖精请求索隆送他去花田去见队长，然后自己再带索隆前往海岸。索隆理也不理他，蓝色妖精大喊：“你跑错方向了，你根本不认识路吧？”索隆没办法，这才表示愿意和妖精合作，带着他向花田奔去。从妖精的口中，索隆得知，自从草旺腾登岛，多弗朗明哥就一直掌握着草旺腾的动向。东塔塔家族一直派人监视着唐吉诃德家族的一举一动，由此看来，东塔塔族和多弗朗明哥想必也是有些过节。只不过这也是机密，被蓝色妖精一顺口都说了出来。山治这边正护送紫罗兰去往临城的路上，二人手挽着手，宛如情侣。走到一个仓库门前，紫罗兰突然充满悔恨地说道：“我不想连累你，山治君，请你回去吧。”语气中满是柔弱和悲伤，让山治心生怜惜。作为一个骑士，怎么可能不帮助受苦落难的女人呢？山治吸了一口烟，向仓库走去。
紫罗兰大声问道：“你就不想知道我要杀了那个家伙的理由吗？”山治坚定地说道：“理由根本不重要，你的眼泪就是最好的理由。”山治一脚踢开仓库大门，仓库里有一个好像黑帮老大的人，看到山治后一愣，得知山治是紫罗兰派来的，立刻让众的手下围攻。山治几个飞踹将杂鱼解决干净，黑帮老大在山治的身后将紫罗兰劫持。然而在黑帮老大准备和山治谈条件的时候，惊恐地发现山治已经原地消失了。下一秒，山治已经出现在了黑帮老大的面前，一脚踢中他的下巴。让女人落泪的家伙，我绝对不会饶恕。紫罗兰扑在山治的怀中，山治开心到飞起。紫罗兰娇羞地问：“我能请求你一件事吗，山治君？”山治发出布鲁克一样得意的笑声，清了清喉咙，正色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紫罗兰突然掏出手脚铐，将山治手脚禁锢住，一改满脸丑柔柔弱弱的样子，脸色阴沉邪恶。“你能为了我去死吗，黑粗山治？”山治手脚被绑，一群小弟冲过来给山治一顿狠揍。紫罗兰得意地坐在椅子上。原来这个女人是堂吉诃德家族的杀手，从一开始接近山治就是这个女人下的圈套。早就听闻黑族山治的弱点就是女人，没想到这么不堪一击。紫罗兰用鄙夷的眼神看着山治：“就凭你这种五品男，怎么可能俘获我的心呢？”周围的打手们发出一阵阵嘲笑。山治看着紫罗兰，突然说：“你在撒谎！你明明有一颗美丽的心，你一定是受到坏人的挑唆，才来到了这种本不属于你的地方。”紫罗兰明显怔住，随即回过神，站起身，用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地踢在山治帅气的脸庞上。“你是骗不了我的，黑族山治！”紫罗兰将手指放在眼睛上，他是登登果实能力的窥探人，能够看穿人的内心，专治各种喜欢撒谎的人，是情报收集专家。紫罗兰对山治使用了关心术，想要查看草帽团登陆德雷斯罗萨真正的目的以及作战计划。然而他从山治的脑子中看到的只有情幻想画面，满眼粉红，不堪入目。紫罗兰羞得尖叫起来，满脸通红。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家伙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？”“是你。”山治哽咽地说，“是你那个时候悲伤的眼神，就算有100万人责备你，我也绝对不会怀疑女人的眼泪。”紫罗兰完全惊呆了，被山治彻底折服。没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男人。周围的小弟们叽叽哇哇，让紫罗兰赶快杀了山治。紫罗兰慢慢站起身，小弟拔刀冲向山治。紫罗兰突然转过身，用出大招热铁之力木鲸，眼中的泪水流出来，变成2条巨大的鲸鱼，将小弟们砸在下面。清理掉现场的杂兵，紫罗兰帮山治打开手脚铐。山治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，果然紫罗兰加入作坊的明哥是有苦衷的。紫罗兰什么也没说，让山治赶紧逃命。山治绝对不肯将女人丢下独自逃命的。紫罗兰犹豫一下，告诉山治，堂吉诃德家族早就掌握了草帽团所有人的动向。山治一愣，随即让紫罗兰与他一起离开，大不了随他们一伙人乘到桑尼号逃离德雷斯罗萨，不给多放了明哥那个家伙打工就是了。紫罗兰流下了真诚的眼泪，随即他擦了擦泪水，抱着山治的脸庞，将自己的情报通过能力传给山治看。从草帽团带着凯撒登陆德雷斯罗萨开始，就已经中了明哥的陷阱。通过紫罗兰的能力，山治看到了紫罗兰脑海中的情报，内容着实惊人，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。此时此刻，罗一个人带着凯撒等在和多弗朗明哥约定好的海岸。这时，山治打来电话，对着罗大吼一声：“现在什么都不要说，赶快离开那里！”我是谢梦君，咱们下期见。